近日 ，LV 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引发关注，后被发现曾多次以商标侵权的名义打官司。此前 ，LV 还曾起诉一家香港理发店，称理发店内一张咖色格子的凳子侵犯了他们的商标权，要求理发店赔偿2.5万港元，并且登报道歉。后因理发店老板硬刚，拒绝赔偿，且此事在香港引发群嘲 ，LV 又态度软化，称要和老板和解，最终撤销了起诉。LV 可能自己都没料到，起诉一家小奶茶店本想立威，结果把自己送上了热搜，还是被嘲讽的那种。按说大牌维权成功，剧本应该是霸道总裁捍卫尊严的爽文走向，可判决一出，舆论直接翻车了。有网友分析，一个奢侈品品牌最值钱的东西从来不是那个包，是背它出门被人羡慕的感觉。当普通人开始拿厕所同款花纹调侃你的时候，富人在拎着 LV 出门，收获的不再是羡慕，而是一句哟，厕所同款啊。那个花几万块买来的身份符号，瞬间变成了社交场合的笑柄。奢侈品不靠普通人活着，可是当普通人鄙视这个品牌时，富人再买这个品牌就得不到任何身份尊贵的羡慕和仰望，反而还被冷嘲热讽。奢侈品品牌卖的这个核心价值就荡然无存。所以 LV 这波操作赢了1000万的赔偿，却丢了顶奢的身价，这笔账到底划不划算，恐怕只有 LV 自己心里清楚。LV， 你倒是说句话呀！他们又来侮辱我了，说我的包上通厕所茅坑，下通什么地槽阴府，他们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你快去告他们呀！你不是最会欺负小商户了吗？你不是最会告小商户了吗？香港路边那个个体理发店，不就是因为一个凳子跟咱们家这个 logo 有点像，咱把它告赢了吗？还赔了2万块钱。还有香港那个卖衣服的老板娘买的那个包，上面有咱们家那个独家垄断的那个包扣，咱不是也告赢了吗？还赔了咱们15万。我买咱们家 LV 原本就是为了装逼的，但是现在不但逼装不成，他们还说我背了个阴曹地府，背了个厕所茅坑。现在我真的好害怕，我好紧张。好担心，我好慌啊，好臭，好难受！你倒是说句话呀！啊，不行，我得赶紧喝一杯茉莉奶白压压惊。LV 商标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不是做这个的，我去看了一下，所以呢，我大概有这样几个粗浅的认识，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今天这个世界游戏规则就是法律，所以如果真的是违法，什么叫违法？恶意仿冒。恶意攀附，通过恶意仿冒和攀附，然后去误导消费者，再获取不法利益，这种严格意义上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偏袒的。这个东西有一说一，为什么？因为我们也要做自己的品牌啊，我们也要做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LV 这个事情上面，我不说 LV 这个具体的公司，它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现行的这套知识产权体系，这套商标体系，它在历史过程当中是怎么形成的？它形成的过程当中，经常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西方的企业跑到非西方的国家，把这些国家漫长历史过程当中的某种文化符号进行消化吸收之后，转换成了商标进行商用。这个时候提出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非西方国家，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如何保护自己这种具有历史传承意义的文化符号不被过度商用化？这是另一个问题。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两者之间是有边界的。我认为 LV 这个问题呢，引发争议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在所有的奢侈品品牌当中 ，LV 是所谓的叫做积极的维权者，就是他是特别能来事儿的，非常的 aggressive， 他用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尤其是维护自己的品牌标识。不仅仅包括这个四叶草这一个问题，我查了一下，我这边有一个书面东西，我可以看看啊，它那个老花图案、四瓣花图案、棋盘格图案、多彩图案、包带外观、锁扣造型，还有注册外观设计、商品包装、店铺形象。而且它的全球维建特征具有高度化的制度化特征，
通过商标注册、海关备案、行政异议、平台投诉、律师函、临时禁令、民事诉讼、刑事移送、和解协议和跨境协作共同完成。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征，什么表征呢？从商业层面来说，是一家叫 LV 的西方企业在中国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这些国家进行维权。从广义上说，这个东西具 highly representative， 就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和高度的符号性，它是西方文化、西方商业企业通过对非西方文化的市场化先占和剥夺，然后进行扩权。我们如何在这种背景下去设置一个合理的边界，在合理正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过度的文化占用和文化窃取之间画出一个界限。一方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保护我们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护正当的商业利益。所以呢，这事儿怎么办？大概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可以考虑建立国家级的传统纹样和文化符号证据库。你的古代器物、织物、建筑装饰、民族服饰、民间剪纸、刺绣、陶瓷、木雕、宗教符号、地方志、博物馆藏品、考古影像资料，这些里面不仅做文化展示，还服务于什么？商标审查和无效宣告、异议答辩、法院证据提交。如果这个符号证明在你这种商品进来已经长期存在于当地的公共文化领域，它就应该阻止，不应该成为跨国企业通过一个宽泛商标权限或者限制它作为维权的关键符号。第二个，要把传统文化符号纳入到商标审查和无效规则当中，就是对涉及传统纹样、民族符号、公共文化元素的商标申请，应该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查标准，防止企业把公共符号注册为单一企业主体的排他性标志。如果是已经注册的，如果它的核心构成就是可以被证明来自于传统公共文化资源，那么你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想办法去对它进行纠偏，对吧？然后呢，你还有其他的相应的一些措施，同时要鼓励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形成某种指向那种过度扩权的企业，那种过于活跃的、过于精细化的、过于，因为它具备资源嘛，对，它可以高价雇佣律师，对吧？去耗费海量的法律资源，然后抓住一个标志性的案例去制造所谓的寒蝉效应。对于这样的企业，要通过有效的公共的讨论去进行对冲，这是一种社会和市场的自发的平衡机制。政府在中间应该保持一个均衡的站位，去维持一种良性的秩序。大概就这些。不是，是因为他一直在打官司，打什么官司呢？一直在告人。LV 发生什么事？他告什么人呢？他告的人呢，包括开餐厅的、开奶茶店的、开餐饮店的，他都告。现在告到了中国大陆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哪桩呢？首先呢，前一阵子最红的事情，那当然就是茉莉奶白。好，到中国大陆去，我那时候也有买哦，因为他那个袋子啊什么的都装饰。就是那个包装非常的漂亮，但现在呢，因为 LV 告他就说这个四叶草的这个 logo 呢，跟他们经典的包包 logo 有这个侵犯商标权，所以一审宣判。茉莉奶白赔了1000多万人民币。好，从这个案子大家就发现说，哇 ，LV 告了这么多人呐，有一家已经被他告到倒闭，南京的这个古风餐霸。那现在呢，来最新的这个案子，7月16要公开审理了，我就请教韩冰哥，他现在还告到
原被告是谁？国家知识产权局，但问题是，包括这个案子，中国大陆不是也判了吗？那为什么他现在还要这样告呢？来，中国大陆的人民法院公告网已经把这个案子列出来了。没错，提告的这个原告就是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的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你怎么看 LV 啊？对 ，LV 最近就是在中国大陆维权进行的非常热烈，他去盯上所有管理大小。反正只要他认为跟他商标长得有点像，他全部给你告下去。所以之前这个茉莉奶白就告输了，现在就是要判赔1030万。那之前那个古风呢，其实他的店，他被告的时候店已经倒了，对，然后被店倒了还被告，他就觉得很衰，结果后来法院判他赔8万。你知道 LV 还不服哦，还上诉哦。对，上诉后来就是法院说你就算了吧，就是判他驳回。倒了。对，所以这个有点夸张，人家都倒了，你还要去追，这有点离谱。那这一次他为什么要告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因为他之前认为广东有个服装商人叫黄明耀，也就是这一次的第三方，他认为黄明耀的某个服装的图案跟他的四叶草的图案很像，所以呢，他就告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说不像，就告他输，判 LV 输。那国家知识产权局居然判 LV 输 ，LV 就干脆连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起告。谁判他输，他就告谁。是，那大家以为说这种东西听起来很荒唐，对不对？可能就不可能会赢嘛？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的就是判例最近一些国外厂商打赢官司的还不少。甚至是告国家机关都还会赢，你知道，所以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年对这种商标权啊、知识产权啊，相对来说也越来越注重。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他到时候到法院去，法官认为 LV 的主张是合理的话，搞不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会输哦，这也不一定哦，所以还要看官司怎么打。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啦，法律就归法律嘛。那就看法院如何认定嘛，到时候我们再看看结果到底如何。对，谢谢海明哥的分析哦。的确，聊天室哇，大家反应好热烈哦。来，滴滴 ，LV 赚不到钱就用告的吗？没错，很多人的心声就这样啊。LV 现在是怎么了啊？康少说 LV 是川普企业的吗？然后蔡日文说 LV 连裁判都告，好，没错啊。瑞佳也说违法就告。然后 Elvin 说 LV 在上海南京路有一条船啊，然后我们的 Nano 说明明是中国古风的图案啊，没错啊。我们接下来另外来看亮哥，那你怎么看呢？很多人说 LV 现在在中国的商标护城河，它是不断在拓宽吗？好，另外呢 ，LV 也不是在每个国家都赢哦。曾经他在日本，在京都啊。有一个案子 ，LV 就输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开了100年的布艺老店，人家开了100年哦。来看一下，它的花纹是这个样子的，棋盘格的花纹。那后来呢 ，LV 就告他觉得说，你这个花纹跟我的这个是抄袭。但是最后日本法院驳回嘞，法院传了一个上百年的民俗花纹属于公共美学的资源，不能被一个商业品牌独占。很多人都说，在日本还比较有 guts 哦。然后韩国网友说，这种传了1000年的通用纹样都能够被注册成商标，用来到处维权，还到处跟人家要钱。亮哥你怎么看 ？LV 这个对那个茉莉奶白，我跟你讲，这种制裁权的诉讼都是这样啦。你前面如果有赢会大大有助于你后面再赢。那这个就会形成那个国家的判例。对，那日本因为他输嘛，对，那他要赢就不容易。对。那前面为什么茉莉奶白会输啊？因为茉莉奶白向商标局，这是中国的政府的单位啊，用四叶花做图案嘛。对啊。商标局驳回，结果他给人家应用。所以是被中国大陆政府机构驳回的图案，他给人家应用了。当做公司的标签啊，那 LV 当然就找到理由啦。对，你违反政府规定所以 LV 我觉得他会胜诉，是这个原因，是因为商标局站在他这一边啊。但是有一些，你看这个老板朱先生，他也诉苦，他也不是什么大店啊，人家彩绘餐具用了疑似 LV 老花的图案，也是被他告侵权。我跟你讲，因为茉莉奶白连锁店大概有几百家啦。我就跟你讲，你只要赢过那后面就有很大的利基了，有判例，他就可以说，商标局啊，
商标局就不准他设啊，表示大陆政府的商标局同意我的看法，他就可以这样搞啦。所以这个大陆民众应该去质疑商标局的，当初为什么要让茉莉奶白退件？我觉得这个是原点呐。对，这个是原点呐，因为曾经有一个政府观点嘛，那他就好说了。对，对啊。